第111章进入魔兽山脉。寂静的森林之中，大队人马安静地行走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不断在周围树木中的阴暗地方扫过，手掌紧紧地握着腰间的武器，随时准备着应付一切突发状况。作为已经在魔兽山脉混了多年的老佣兵，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合作，可却都能保持着基本的默契，眼神交错间也能从对方眼神中识别一些代表危险与安全的信号。黑色巨剑压抑斗气的怪异能力以及超重的重量，让得萧炎的行程有些艰难，他几乎每一次的落脚都将会深陷在松软的泥土之中，所以这才行了没多少距离，便是有些气喘了起来。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萧炎回过头望了望后方那处于重重护卫中的万药斋采药队，视线随意地在队伍中扫过，最后停留在那犹如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在中间的白裙女子身上。此时这位被称为小医仙的柔弱美人也正好微微直起身子，手背轻轻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轻轻气喘的模样配合着那副柔美的脸颊，看上去颇让得人心生怜爱。见到小医仙露出这副模样，周围的一些佣兵顿时有种将之背到目的地的冲动，不过他们也知道，即使他们想背，人家小医仙也只会含笑婉拒。在众人目光汇聚到小医仙身上时，一名模样颇为英俊的青年却是满脸笑容的从一旁的护卫队中走出，低头对着气喘的小医仙说着什么。两人交谈了一会，小医仙便是微笑着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对着前方赶路行去。被小医仙拒绝，那名青年脸庞上没有丝毫的恼怒，淡淡一笑，手掌一挥，大喝道：狼头的人都给我注意点，现在快要进入魔兽山脉了，可别在阴沟里翻了船。是，少团长。听得青年的喝声，周围的几十名大汉顿时齐声应和，整齐的声调引得众人不断侧目，就是连那前行的小医仙也是向后瞥了一瞥。非常满意这种反应，青年微微一笑，再次快行两步，与小医仙并肩而走，极为殷切的贴身护持着。妈的，不就是仗着他父亲是狼头佣兵团的团长吗？难道他以为凭这样就能得到小医仙的芳心啊？瞧得那能够近身与小医仙聊天的青年，萧炎身旁的一名佣兵汉子顿时低声骂骂咧咧的道，语气中酸气颇浓。微眯着眼睛，萧炎目光在那名青年身上扫过，最后停留在其胸口上的一枚徽章之上，徽章中雕刻着一只独眼的狼头。视线越过青年，望着那30几名胸口佩戴同样徽章的佣兵，萧炎眨了眨眼，看来这些人应该便是青山镇3大佣兵团之一的狼头佣兵团了。瞧着这些狼头佣兵成员对采药队的护持程度，显然他们也是万药斋聘请而来的护卫，而且似乎万药斋对狼头佣兵团的信任程度要比前面这些散兵游勇强上许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来作为贴身护卫队了。缓缓收回目光，萧炎对那位青年与小医仙间的关系并没多大的兴趣，所以摇了摇头，再次踏着重重的步伐对着魔兽山脉进发着。在魔兽山脉之外，一切倒还算平静，然而当队伍刚刚进入魔兽山脉不久之后，一次小规模的魔兽袭击便是残酷的在萧炎面前展现了出来。袭击者是3头一阶魔兽，名为赤冰蛇，这种魔兽在魔兽山脉外围中颇为常见，属性为冰，冰中蕴寒毒，中毒者半日内若未救治，则将会被寒毒冻僵体内血液，直至死亡。3头一阶魔兽赤冰蛇吊悬在树干之上，趁着下方人员的不备，犹如闪电一般，非常轻易地将寒毒输入进了3名佣兵体内。顿时3名脸色惨白如冰雕的汉子便是手脚冰凉地软了下来。遭受到攻击，众人顿时含怒出手，片刻时间，3头一阶魔兽便是不出意外的被群殴致死。而在将3头一阶魔兽斩杀之后，却并未从其体内寻找到半点魔核的踪迹，而对此佣兵们也只是略微有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在野外击杀魔兽，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无功而返，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所以他们对此也并未有太多的失望。3名中了寒毒的佣兵在赤冰蛇被解决后，便是被迅速地送到了后方的采药队中，由小医仙亲自出手，替他们将体内的寒毒驱逐了出去。而在经过赤冰蛇的袭击之后，
吃过一次亏的佣兵队伍更是变得谨慎小心起来。然而，在魔兽密布的魔兽山脉之中，想要完全的避开魔兽，明显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队伍行走不到500米的距离，众人便是足足受到了3波魔兽的攻击。不过好在佣兵人多势众，在以10几名佣兵受轻伤的代价下，将3波魔兽的攻击尽数打退了回去。跟在前方的探寻队伍中避无可避的萧炎，也是直接的参与了一次战斗。不过在与一头一阶魔兽的正面碰撞中，却是以他手掌发麻的代价而告终。望着那在攻击无果之后便是狡猾的逃之夭夭的魔兽，萧炎恨恨地咬了咬牙齿，要不是体内斗气被巨剑束缚着，他绝对能将这头魔兽斩杀。可惜，不过饶是让的魔兽逃脱，可萧炎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依然让的周围的佣兵刮目相看。小兄弟，很了不起啊，竟然能和以力量著称的蛇尾豹硬抗一截。啧啧，小小年纪便如此强悍，日后还得了。哈哈，这小家伙便是那名队伍中年龄最小的2星斗者吧？看这实力，果然不假呀。周围佣兵们的喝彩声在队伍中引起小小的骚动，所有人再次看向那名背着巨剑的少年之时，已经自动省略了质疑。在这种以实力分辨地位的圈子之中，只要你表现出了令人侧目的实力，便能获得别人的敬畏，这是很简单也是很直接的规则。对于这些喝彩声，萧炎只是随意一笑，笑容中既不含骄作，也不情得意，只是跟着队伍继续默默地对着采药地点行去。各位，这里已经接近采药区了，请休息一下吧，走了这么久，大家也累了。再次行了一段距离，女子那轻柔的脆音忽然的在安静的队伍中响起，前进的脚步微微一顿，整个队伍都是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下来。回过头望着那笑容中不含丝毫杂质的白裙女子，极为老实地点下头颅。在迅速的商量之后，10几名佣兵分散到4周警戒着，其他人原地而坐，回复着因为赶路而大量消耗的气力。一屁股坐在地上，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手指轻弹，一枚淡青的回气丹再次出现在掌心之中，目光在周围扫过。萧炎微偏过头，仰头打了一个哈欠，手掌轻拍着嘴，而丹药也在此时不着痕迹地被丢进了肚中。丹药入体，药力迅速挥发，萧炎斜靠着树干，微闭着眼眸，任由药力快速地补充着体内耗尽的斗气。因为有着回气丹的帮助，当萧炎再次恢复巅峰状态时，周围的佣兵却依然还是在窃窃私语中等待着体力的缓慢恢复。心中在嘀咕了一声有丹药就是爽之后，萧炎站起身来，对着身旁的佣兵说了一声出去小姐，然后便是缓缓地对着一旁的小林子中行去。走进林子，光线微暗，不过此处是先前佣兵侦察过的区域，所以萧炎也不用担心会被魔兽忽然袭击，目光在周围扫过，寻找着最合适的修炼地点。随着萧炎的探测，他也是越来越深入小密林，再次行走了一段距离，昏暗的视线忽然大亮，抬眼一看，原来竟然已经穿过了小密林，出现在面前的是一面有些陡峭的悬崖，在悬崖下方布满着葱葱郁郁的鹿林，颇为美丽。视线在悬崖边缘扫了扫，眼眸却是忽然一顿，萧炎摸了摸鼻子，然后在悬崖边上的一处盛开着淡白花朵的植物面前停下了脚步。这株植物开放着淡白花朵，隐隐盛开的花朵之中有着赤红的果实，若隐若现，一股淡淡的药香味从中散发而出。目光在这株植物上仔细地扫了扫，萧炎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然后微蹲下身子，手掌对着植物伸去，想要将之摘下。就在萧炎碰触到植物之时，一只如玉般的洁白小手突然从面前悬崖中伸探而出，也是对着这株植物抓来，不过却是一把抓在了萧炎手掌上。玉手刚刚碰触到萧炎的手掌，在略微呆滞后犹如触电般的收缩了回去，只是瞬间，一张泛着空灵气息的柔美脸颊便是从悬崖下露了出来，略微泛着点点慌张地望着那蹲在前面满脸愕然的少年。